我是赵少康，欢迎你来到 TVBS 少康战情室。在我们现场特别来宾，沈富雄委员、吴峥发言人、费鸿泰委员、尹乃菁副主委、钟佩君议员。好，美国国会现在呢，这个要希拉里出席这个淫魔 Epstein 的听证会哦，一直在传啊。接下来克林顿要去了啊，先把老婆搞来啊。然后希拉里说：“我不认识 Epstein 啊，我根本不认识他哦。”公开挑战委员会，叫川普出来，你们袒护川普，只敢叫我们，不敢叫川普出来哦。你们真的想了解，就不叫川普来哦。那另外呢，他反击说，国会想要帮川普来开脱，然后呢说呢，把希拉里搞去，从飞碟问到披萨门，问了一大堆问题，所以呢，希拉里说你是故意找麻烦嘛？你们在问些什么东西啊？哦。然后呢，克林顿明天就会去作证了。希拉里是挺克林顿的，哦，说呢他们对 Epstein 案呢毫不知情，根本不知道你们找我干什么哦。那现在呢，发觉这个 Epstein 有90份笔录失踪，说都是跟川普有关的。FBI 有传曾经控诉川普去性侵人家，这些笔录都不见了。哦，说呢这些受害者的访谈资料没有了。那 Bill Gates 也是另外一个 ，Bill Gates 原来形象多好。对不对？然后那么多基金会钱都捐，就搞了个半天，哦，然后他真的很丢脸，然后搞了2个俄国女人，他自己说俄国女人还被染了性病，染了性病传给他太太，然后又不敢让他也知道自己偷偷把那个性病药放在食物里给他也吃，这样，哎，所以哦，实在是哦，他现在道歉了哦，说他大错特错，当时不应该 Epstein 相处，哦，他说当时很多名人都跟他在交往啊。所以我觉得没有什么了不起，大家都跟他在一起啊，所以感觉是很正常的哦。那另外呢，这个说他并不是 Epstein 的受害者，这2个俄国女子不是，并不是什么年龄不够啦，不是被骗啦，都不是啊、哦。那另外呢，世界论坛的执行长也宣布辞职，叫布伦德 Brandy 啊、哦，因为呢他也被调查，说他跟 Epstein 的关系到底怎么回事，所以现在牵扯了很多英国王子。英国驻美大使啊等等，通通有问题哈。那这个 Summers 也出问题了。Summers 前哈佛大学校长，做了5年哈佛大学校长，被认为是当今最重要的经济学家之一。哈，那结果呢？而且是哈佛经济系的终身教授，也被这个牵扯进来哈。他们牵扯到他各种，一种是的确是跟他那个犯罪集团有关，有犯罪；一种是没有犯罪，但是跟他有密切往来，那就被人家怀疑说，你为什么跟他交往呢？你为什么要跟他交往？你判断力是有问题的，你连跟谁交往都搞不清楚，所以很多大官啊、重要的人物啊、学术界啦、商界啦、政界啦，哦，通通这个跟着下台。我们看一下希拉里。穿着咖啡色大衣从建筑物门口走出来，他是美国前国务卿希拉蕊。当地时间周4，他出席由共和党主导的听证委员会，针对已故性犯罪者爱普斯坦案作证。I never met Jeffrey Epstein, never had any connection or communication with him. I never went to his island. I never went to his homes. I never went to his offices. So it's on the record. 希拉蕊说，他对爱普斯坦罪行完全不知情，还反将美国总统川普一军，认为川普也应该为自己还有爱普斯坦的关系说清楚、讲明白。Why did they want to pull us into this? To divert attention from President Trump. This is not complicated. This is so obvious, and they keep trying to divert. It is entirely unclear what information of substance and relevance the committee thinks they're going to get from Hillary Clinton as distinct from Bill Clinton. 希拉蕊向委员会发出挑战，表示如果他们真心想了解案件真相，就应该要求川普来说明他为何在爱普斯坦档案中出现了这么多次。It just reminds me, every minute I spent with him, I regret and I, apologize that I did that. 除了希拉蕊，微软创办人比尔盖茨也卷入爱普斯坦丑闻。另外，世界经济论坛执行长布伦德，还有哈佛前校长桑莫斯，也因为卷入爱普斯坦案，纷纷宣布辞职。至于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也将到委员会作证，他会坦诚接受招待，还是否认到底？国际媒体持续关心。老沈，这个说来话长，我一直在想，爱普斯坦是何许人也？人家我们现在大概顶多称他是淫魔嘛，但是我觉得不够哎，他只不过有钱啊，但天下比他有钱人多的是啊，但是有他这个本事的人很少。你看他做的事情，在一个小岛上干那种见不得人的事情，
他横跨了什么？横跨了东西两个阵营啊，还有横跨了非常有名的王室，包括英国王室，包括挪威的王室啊，还有包括比尔盖茨，他什么都来啊，他到底具有什么大的魔力？但是关键在于，上当的人毕竟还是男人远远多于女人啊，对不对？女人也有一两个就是搞上，但是男人，所以要判断一个男人是什么样的人，是不是渣男，是不是坏男人，还是不是好色之徒，实在很难讲。我越来越搞自己都搞糊涂了。你看，克林顿跟他老婆跟 Hillary 两个都是政治上很有天分的人，他们两个都是天才这一方面，但是他们两个人的性格是不搭的。有人讲说夫妻脸啊，夫妻性格一致啊，他们两个从头到尾其实都不是同一类的人。但是我觉得 Hillary 这一辈子啊，其实嫁给这个丈夫，她当到总统，当然很风光，但是她心里一定很厚因为一路都是她老公在好色，而不是她一路只是替老公擦屁股，而且擦不完而且她老公长得帅啊，口条好啊，非常有魅力，是美国历任总统里头少有的，算是很有魅力的前5名之内啊所以他就善用这个优点啊，到处骗女人，连在白宫里面当实习生的女孩子，她也要啊。不过我最近看了一本书，在写台湾的文艺界、哲学界、诗人界这个好色的行径啊，我看了也真的见知人知面不知心啊，真的很多人。你想，以前已经过世的一个诗人啊，他也是哲学家，齐克果就是他引进到台湾学界的，他真的见到30岁以下的女孩子就想要那最后呢，他在台东盖了一个小木屋，他外面挂了一个牌子，说内有色狼，属你莫近。他去坦白告诉你，我就是色狼啊，你有什么样呢？而且女孩子，尤其是20出头的18、19岁的，就是很迷这样的有魅力的男人。你现在听我这样讲，你已经来不及了，那个是要他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不是，不是，因为你基本上讲，你在某方面你有这个条件但是你现在听到我这样讲，你如果有一种羡慕之意的话，我就讲你就来不及了。没有羡慕了，来赶快讲。所以我认为 Hillary 大概不会说谎所以她不晓得，但是她替她老公背书我就觉得不太有把握，因为她在这个 file 里头好像有她老公嘛，要不然他们两个人怎么被传？你们晓得他们两个被传的原因是什么吗？一定有牵扯了，一定是有嘛所以我觉得 Hillary 到现在当然一个女人，她这个年纪的也算传统女人了，在前进，在有进步性，那这个时候她也不能跟老公正面做法。你看比尔盖茨的老婆就老早就晓得她老公不是好货，所以就看她切割了。离婚了，财产分得清楚了，他到外面去嫁一个很平常的人，那基金自己来搞了，也跟比尔盖茨不一样，但是他没有口出恶言，直到最近，这个是你自己盖不住了，不是我。所以每一个女人碰到他们的男人是有这种劣迹的时候的处理方法都各有千秋了但是我觉得真的，但是为什么把川普的跟川普有关都遮盖起来？因为你像那个。他的商业部长也有关系啊，我觉得一个男人啊，这个好色跟好财，这个 power 跟这个 money 跟女人三者是有互相重叠的地方，所以我才问你说你有没有后悔嘛？基本上了这个第一次这个希拉里跟川普选举那次嘛，本来希拉里阵营是要攻击川普这些事情的。就川普在辩论的时候，就把克林顿以前的女友都找来，然后希拉里一看就你怎么去骂川普，就不讲话了。所以川普你看在辩论会都出这个烂招，来你怎么看？我觉得美国国会很无聊。克林顿 maybe 有问题，我只能讲 maybe 但是祸不及他的太太。你把他太太抓这个，他太太也是美国的名人。
差一点当美国总统的这个希拉蕊做过国务卿嘛，真的你把他抓下去，然后在那边好像一副羞辱。我觉得美国的国会这很多邀他去的国会议员，我觉得很没水准啊。我觉得你去问克林顿 OK， 但是你去问克林顿的太太，你想要干嘛？你是想要把这个事情把克林顿的事情渲染大，好帮川普去脱身吗？刚才张大哥讲的有90份的资料不见了，这个你美国国会议员，如果说你真的想要拿出道德的这个旗帜的话哈，你就是把这个90份把它追出来。这个平常讲，这个人家才会对你美国国会议员瞧得起嘛。你用这种半羞辱式克林顿的太太希拉蕊的这种方式啊，我瞧不起你。好吧，就是说到底这个 Epstein 这个案子越滚越大，越滚越大哈，连他现在为什么死都被人家怀疑，说他是自杀的。现在觉得说他哪自杀，一定被杀的嘛。尤其美国那个监狱里面多黑啊，对不对？怕他的到时候那个牵扯的东西太多，他现在只是看他的文件啊，就这么几万份啊，几十万份啊。如果他自己嘴巴讲出来怎么办？所以干脆把他杀了灭口哦。所以呢 ，Epstein 现在呢，这很多事情变成死无对证，只能从文件里面去查。但是文件提到的看起来都蛮惨的。需要再回来。好，明天是228啊，今天放假是连假哈。那在今天郑丽文呢，他们也举办了这个纪念的活动跟仪式了哈。那郑丽文说，民主得来不易，所以应该要珍惜新闻自由，而且当前的新闻自由被操弄哦。他反问社会是不是汲取228的教训哦，要坚守民主不可侵犯的底线啊，我们到底有没有遵守？另外呢，他也在问，除了问新闻人，问法律人在做什么？哦，司法甘为统治者的鹰爪，回首历史，不要再犯类似的错误。像那个时候国共内战，社会就弥漫着匪类就在你身边，你是中共同路人，现在又变成这样了，中共同路人，你这个不抗中保台哦，怎么又回到当天啊？哦，那郑丽文也骂当时的这个陈仪政府很无能的，所以呢，不要忘了228的教训啊。那另外呢，这个他也认为当时的政府无能而且贪腐，说现在的这个国民党既要推动一个民主，也要推动两岸的和平啊，希望能够扛起民主跟和平的重任啊。那另外呢，他说把历史的228搞到今天变成一个政治斗争，是台湾的耻辱，对不起228的英灵，所以呢要谦卑再谦卑，也谢谢马英九从自始至终跟受难的家属站在一起啊。那政协会到底什么时候去？哦，好像有媒体说是3月12号要去哈。那国民党说没有这个事情。那问张荣恭副主席，张荣恭说，第一个大陆要开2会，3月人大啦、政协会议，川普3月3号到大陆，所以这个都是很多的变数啊，所以现在没确定。我们看一下。鞠躬线上划圈，在228纪念日的前一天，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率领党务干部来到228纪念碑前。民主得来不易，228可以说是台湾战后第一波伟大的民主运动。定调228是伟大民主运动，几天前赴马场町追思吴石等白色恐怖受难者之后，这回向228致意，也有遗族全程陪同。每年到这个时候，其实都有一些情怀。我们一定要吸取教训，历史有时候是会轮回的。来自统治者国家暴力的滥用，当年的陈仪政府无能、贪腐、蛮憨、暴力的处理。而接着228国家纪念馆首任馆长廖继斌的新书发表会，郑丽文也出现。现在大家说对岸很凶悍，我们是韧性社会，中华民国派在这里的军人不是国军吗？那他们被暴民杀，有的还在嘉义，在弹药库还两个兵殉职哦。这一块的视角几乎没有人关心。2026年的今天，我们真的从过去的历史学到了教训吗？我们真的有坚守民主宪政的不可被侵犯的底线跟原则吗？汲取228教训，追思之余，荐古推今。蓝金，我以为
赵先会先对那个国父酒感到兴趣啊，这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廖继平廖继征对。他讲述了廖继兵了哈，他讲述了这个一段这个历史。当时的时候呢，他的父亲啊，也就是228这个受难者啊，廖继平先生，他们跟国父啊，当时呢是有很深的渊源。国父在1913年的时候呢，到台湾来，那个时候呢，在台湾呢，就是在争取台湾有关于。不管是在这个历史上面哈，在民族的认同上面，在民主上面啊，思想理念上面呢，跟国父呢是一致的哈。像包括了蒋渭水啊，还有这个廖敬平哈，他们呢就把他们身边的这个盘缠呢捐给了国父哈，然后国父呢无以为报，他就把他随身带着这个2瓶酒，1瓶呢送给蒋渭水，1瓶呢就送给廖敬平啊。所以这个今天呢，他展示了这瓶酒哈，然后就要来强调呢，过去呢台湾在追求民主历程之中，跟国父革命的这个关联性啊。那郑丽文呢，今天讲到这个228的事件上面呢，其实他是从一个大历史的角度啊来谈228事件的这个起因以及它的大历史背景。重点在于是228那个查碛私烟呢，它只是一个导火线。然后事实上呢，是从在这个日据时代的时候，台湾的民众呢就开始追求这个民主自治啊，议会自治。然后到经历过了2次世界大战之后呢，台湾光复重回祖国怀抱，原本怀有着对祖国怀有理想啊，还会怀有期待的这些台湾的精英呢，却眼见着陈仪政府的腐败啊，然后国民党这个专制，因此呢，他们发起了一系列的有关于争取民主自由的一系列的请愿的行动，然后228事件呢，就成了一个导火线哈，把台湾的这个民怨呢，集体的这个爆发出来。那当时呢，又因为有国共内战的存在，所以说呢，台湾的很多的物资呢，都要去支援这个中国大陆嘛，所以台湾的物价呢就波动，然后呢通膨哈，所以各种各样的这个因素呢，让228事件呢成为是一个时代历史上面一个巨大的伤痛跟悲剧啦。所以他今天在强调就是说，这个228它就是一个国家暴力的结果，而当时呢，司法各方面的这个不公正啊，以及为当权者所用，造成这个悲剧的影响呢，是至为深的哈。所以说，他今天强调的就是说，在一个国共内战的大背景之下，使得在台湾当时很多人呢都被扣上了这个匪谍的帽子啊，匪谍就在你身边，你。凡是被怀疑的，为了当权者，为了巩固的权利，都把很多人呢就扣上了中共同路人的帽子。所以他今天才会强调，就是说必须要和平。好，那台湾的这个司法，台湾的新闻自由必须要保持独立，而追求这个民主的价值是我们这亘古的追求，而且最重要的要捍卫两岸和平，祈求一个稳定的一个大的一个两岸的背景，大的一个时空背景。好不好？我刚刚在看孙中山给廖家的酒在这里。就这个酒嘛，来，发言人怎么看？胡征，我是觉得这样了，就是我觉得郑丽文其实今天的发言，其实就是他自己就在做他所批评的行为，就把228化为一个斗争的符码，因为这个。其实郑丽文所讲的很多都跟历史不符啊。228是一个台湾历史上，当然近代史上一个最大的伤痛嘛。那特别是大家最近关于转型正义相关的讨论也很热烈。那我就觉得郑丽文当然可以去回溯228历史，也可以提他个人看法，但是在这里面包含他有不太正确的情节，那也包含他把国民党这3个字从这里面拿开了。那因为为什么我会说郑丽文是用228这点化为斗争符码？因为228事件其实跟所谓的司法自由、跟新闻自由，还有你包含说什么匪谍在你身边，其实就都没有什么直接的关联，对不对？你那当时哪有什么司法自由呢？228彭孟祺从高雄市要塞上面开车下来，枪到高雄市去开枪，哪有什么司法？这个从这个国民党部队从基隆登陆上来开始开枪，也没有什么司法。所以你当然要讨论可以，但不要你因为你自己想要批评当前的司法，想要批评当前的自由，然后觉得说哇，我现在被贴一个中共同路人标签，就拿228开始做一个连接。当时也没有什么
匪谍就在身边这种氛围，当时228事件一时爆发，从蒋介石的日记里面，蒋介石一开始是认为说台湾这个地方被共产党其实是没有渗透很深，跟当整个中国不一样，觉得受共党屠害甚微所以这个地方可以大好建立为我的反共基地，这是写在蒋介石日记里面。那甚至蒋介石一开始还对228事件报以同情，蒋介石认为说陈仪处理也太烂，怎么好好的台湾给你管成那个样子？那后来陈仪就一直叫蒋介石派部队了嘛，蒋介石还派白崇禧到台湾先来考察一番。白崇禧来了以后呢，就觉得说这个台人因为被日本殖民很久，这边基础建设不错，可是对我们有反抗的心情，所以后来呢才开始说包含派了大部队来台湾，包含开始他这个世界这个史上一个最长的戒严时期。所以我跟人讲的都是历史细节所以我要强调一个重点，就是说。郑丽文，如果你要以一个身为国民党党主席的身份来回顾台湾这段历史，你就好好的正面历史伤痛，不要你一边指桑骂槐，自己想要先骂当今的司法，自己想要去做一些政治性操控，然后把228拿来，那我觉得这才是对历史的一种消费。228怎么会跟匪谍那个中共势力没有关系呢？那谢雪红的台共就是这块在这个228事件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所谓匪谍，所以说不能够是白色恐怖开始以后，所以说他从228事件之后，台湾后续大部分人是欢欣期待说所谓的祖国回归这个样子。我觉得吴峥也不能够片段做一个解释啦，就是说228呢，它的事件呢影响到后来所清乡等等，当然跟这个台共以及这个匪谍以及统治阶级对于统治上面的权力上面的一个不安全感有很大的关联。赖佩君。我想这个民主得来不易，但是任何党派应该都要避免用民主去撕裂社会了。那郑主席出席的这一场新书发表会，同场的还有管中明校长。那这个作家张若彤近年跟同为228受难者家属的这个廖继斌先生合作，他出版了很多本跟台派立场不那么相同的228事件历史研究书籍。那其实里面有还原很多这个现在可能在民进党操弄之下不一定被世人所知，或者甚至被掩盖的真相。因为228在民进党这几年的，我觉得是有意识的去做操弄之后，已经变成一种政治上的工具。那里面很多的细节被二分法，然后去制造仇恨。那包括这个新书里面的观点里面有强调外省平民，其实在事发之初也遭受到台湾人的攻击大杀，还有好几位在事件这个前后离奇失踪或者死亡的台籍名人，可能并不是真的被国民党高层下令捕杀，而是另外有台人内部的派系斗争等等的这些疑点。那张若彤这个先生他研究的内容引真的内容的这个史料，其实就是这几年民进党政府公开的这些档案，可是他从中间读到了完全不同的解读，那就变成说早已经去定调228事件就是国民党的这个原罪的绿营。当然会把它视为眼中钉哦。那我当然不是这个228的专业研究者，我没有办法去告诉大家说谁做的研究才是正确的。可是随着很多解严前的档案陆陆续续公开，里面的人也都往生。那确实里面有很多的可能所谓当年是为尊者会的这个讨论是可以重启的。那毕竟民进党自己都是到这几年才发现同党立委黄国书原来是线人，也是最近才发现嘛。那70年前的事情应该要更值得去深入的去研究。要厘清事件的原委，才能去思考了解哦。所以，并不是说把它分为说就是善良的百姓，然后对抗这个血腥政府，暴民造反，然后慈悲官员这么简单的二分法。我还是要再说一次，228当然是这个台湾人民的集体伤痛，反省威权，然后强化民主。可是，任何想要从中把它变成政治提款机的不分党派，都应该要唾弃。我补充一下哈，今天在座包括你在内，主持人在内，来宾4个主持人。就228发生的时候，你们都还没有出生啊！你们没有一个出生的，包括费老，你也还没有出生。你为什么叫我老？因为大家都这么讲。你那时候出生，你几岁？我7岁。OK。那我家就住在台南宪兵队的同一条街上，叫卫民街，现在还叫卫民街啊。那个时候，台南为228牺牲的人，拿着白旗，坐着吉普车，经过我家门口去台南宪兵队谈。后来这些人有一部分被枪毙了。所以我躲在门的后面的细细看这些人，8岁、7岁、8岁，我都可以亲眼目睹。所以我觉得228这个事件，不管是今天办，还是明天对值日子办，或者是国民党单位来办，或者是由228这个基金会来办，不管你怎么办，都有人会讲话。这个我觉得只有时间的才能够疗愈这一段
的伤痛。这个时间要多讲，我觉得起码还要再2代。因为当大家的这个恩怨情仇、这种情绪、这种感情，通通被时代的这个洪流洗得干净了以后，再过20-30年，我已经在天上之灵看了，那个时候我觉得才能够很平静的看这个历史的事件。不过我同意吴峥一件事情，我不太同意郑丽文今天讲的，他特别强调媒体还有司法，跟媒体有什么关系？当时的所有的媒体就是政府的媒体嘛，就是政府的御用单位，跟司法有什么关系？完全没有关系。为什么？当时负责枪毙人的，当时负责审判人员的，都是军法官嘛，都是军法，根本跟今天的司法不公一点都扯不上关系。所以你真的非讲不可，非出来纪念不可，我很赞成。但是你真的是要退好几步，然后平心静气去想一件，你完全没有亲眼目睹过的事情，你不能看史料啊，因为光是史料都分成好几派了。你选这一派的，你讲一种方法；选的对立的，又是一个讲法。今天我们这位廖姓的遗属，他特别拿出国父送的酒，这看在他们的眼中，别的不拿，就是要拿国父的酒，对不对？这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这个就是强化中国联结嘛。对不对？他可能可以这样讲，你当然不同意，但是我是一个旁观者，最公平的解释嘛，就强化中国联结，难道不是吗？这个228的家属可以讲的东西很多啊，你非讲孙中山不可吗？对不对？对不对？你不敢讲，我替你讲啊。那他们都会反对啦。你看我的勇气，没有办法，我一定非讲不可。我补充一句就好，我帮这个廖继斌先生说明一下啊，他强调就是说，当时他的父亲廖敬平先生，他们是募了6万元日币捐给国父。我觉得讲说他们要强调跟中国的连结，就他们的观点来讲也没有错的。是我没有说他错。对，当时从不管是廖敬平或者是蒋渭水。他们在这个日据时代的时候争取的这个民主运动和这个民族运动，跟中国大陆本来就是连接的。不，基本上因为有不同的角色了。郑丽文今天的发言，他是国民党主席，跟马英九当第一次台北市长或是总统是不一样。那郑丽文今天的讲法简直都骂一顿就是了。他也骂陈仪啦，他也骂当时国民政府很腐败啊。同时，他也认为。要汲取教训了，不要现在把每个人都搞成是匪谍啊！现在民进党不都每个人都匪谍嘛？然后呢，这个法律要公平，也不要介入啊，新闻要公平啊。我觉得就是他有他的立场啊。我讲我的一段故事，大家知道哈。有那时候我在当立委啊，士林有一家补习班找我去跟学生讲话，我就去了，跟学生讲话什么，讲到一半突然外面哇鼓噪好大声哦，我说怎么回事啊？补习班就很紧张，说因为这个房东是228的家属，所以他们知道你来演讲去外面抗议。我说我跟228什么关系呢？8个案子打不到，而且我今天讲题是跟学生讲要怎么准备考试啊等等一大堆，无关呢。我心当时有很深的感触，我觉得哇，这个仇恨真的是很深而且很久。那我也想到真的了，大家在旁边可以讲说原谅啊、历史啊等等，真的原谅只有家属能够原谅，其他人都只能。希望来这个不管检讨也好啦，纪念也好啦，但是真正的任何时候受害者要被原谅，就受害者家属自己要被原谅，那才重要。休息一下再回来。